今天跟大家说几件事儿。这头一件，就是我们终于把林小姐给请来了。请。下面一件事儿，我记得我早就说过，我们必须团结，都是家里人，就不能自己人欺负自己人。我听说前天晚上竟然有人对林小姐动手动脚，谁呀？老板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。埋了。老板饶命啊！老板，老板饶命啊！老板饶命啊！老板，老板饶命啊！老板，老板饶命啊！大哥，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和二哥通报一下？老二、老六不在，有别的安排。虽然人不在，但脸面还在。坏了规矩一样出阵儿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今天林小姐到了，这里的7个位置总算凑齐了，所以我有个提议：谁有本事，谁当老板。所以我宣布，下个月金羊大会，也就是我太太35岁生日，谁拿到小金羊，谁就是新郎吧。不合适吧，谷大哥？林小姐，你不来也该如此。既然是狼的世界，就有狼的规矩。弱肉强食才能保持活力。我们西北狼也一样，只要小狼成年，就有挑战狼王的资格。挑战成功，就是新狼王。我们西北狼也不例外，讲武力，讲规矩，也讲公平。林小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在咱们这个集团呐，狼王有绝对的权威。哎，三哥，咱西北狼崇尚什么来着？忠诚，不忠的话就会死。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各位兄弟自行选择狼崽，下个月金羊大会开战。来。欢迎你。没想到，一轮生离死别，到了今天，我居然和几位小朋友在这儿重建西北狼，可喜可贺，干杯！既然是一家人了，
我觉得有些心结咱们得解开。朱警官，你母亲是我害的，不是因为她是警察，是因为她发现身份暴露了，要杀人灭口，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后悔当时就不应该反抗，让他杀了我，就让自己死在他手里，让他带着他想要的东西回到他的组织里去，说不定啊，还能立个功，受个奖，也不至于今天这么狠。孩子，请你相信，爱你母亲的不光是你。你如果真的对林阿姨心存愧疚，就该让他们母子团聚，吊着别人算什么本事？还让我把话说完，孩子。如果你想见你的母亲，我随时可以让你见她。如果你现在想杀我，我绝不反抗，我罪有应得。但是你要考虑清楚，你现在是警察，如果杀了我，叫以公谋私。就算你不是警察，我死了，那半张图纸你也拿不到。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妈？事情总有一个轻重缓急，当务之急是，我们爷俩团结一致，先把这个外人的问题解决了，咱们再处理家事，对吧？库啊，我这人做事喜欢干净利落，你把那半张图纸交给我，我放大家活着出去，否则的话，将来这儿可能会多一堆白骨。是吗？是。哎，哎，干什么？哎，哎！把枪放下！放下！怎么聊？你要的东西我们给你，但请你放了我舅舅。娜娜，你舅舅已经平安回家了。什么？给爸。我去兰川见了一个人，他叫裴银，他是当年的沃尔夫公司的老板。沃尔夫是英文假名，其实他底子就是当年的西北狼犯罪团伙。上个月啊，他用假名跟我联络的，说要投资我的民宿，在兰川呢开连锁。我是被骗到兰川之后啊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老板就是他。说我们家民宿呢风水好，非要买下我这块地。你们看看，这就是他的强买合同，出价400万，要买我整个民宿，这就是豪夺呀！我没同意，他们就要动手，我才在兰川报的警。可是我没想到回来以后啊，那个小枪贩子绑架了我闺女，打电话找我要钱。他电话呢？一直在换，我联系不上他。除了钱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还看上我们家佛堂了，裴银也是。我也不知道，他们是因为迷信呢，还是因为谣言呢？他们俩都盯上我们家佛堂。你跟裴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当年裴银化名刘子洲，他主动找上门来的。
要我投资，说兴建一个制药公司。当时我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，所以我就没参加。当然后来知道了，其实就是西北狼的制毒工厂。事后我立马向卡里沙市局举报了他，警方行动很快，就捣毁了工厂，但是没有抓到裴颖。我记得当时夏队长好像是刚刚大学毕业，参加的第一个大案子。这件事情呢，代价很大。06年8月，我妹妹九林就出事了，肯定是裴颖把她给害死的。这事我和程盘警官聊过，但是我不敢招惹裴颖，所以我就没说实话。您怎么就确定是裴颖下的手啊？90出事那会儿呢，我正在广州谈合作，我就没顾得上他。事发前10天吧，裴颖给我发了个短信，他问我，你愿不愿意给我磕头赔罪啊？我没理他。紧接着我妹妹就出事了，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她在哪儿出的事儿？现在尸体到底在哪儿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寻人启事到现在还挂在网上。那不是裴颖还能是谁？我妹妹出事那会儿，那娜娜跟她在一起。等我回来的时候娜娜已经被送回来了，脚受了伤，一个人躺在医院里。我问娜娜，孩子你干嘛去了？她说我找爸爸过生日去了。我也不知道谁把我送回来了，我醒过来我就在医院了。医院给的诊断呢是狗咬伤，但我看着不像，那明明是锐器贯穿伤嘛。裴仁就是个人渣啊，他对孩子都下得了手啊。孩子的爸爸是谁啊？他可能是西北狼王木兰。这个妹夫我只见过一次，应该是他。各位领导，我这是不是构成隐瞒了？如果是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我们家人一直受到威胁，为了家人的安全，我不后悔这么做。既然你妹妹是古木兰的太太，那裴银还怎么敢对她下手呢？裴莹和古木兰之间矛盾很深。我前面不是说过，他邀请我去投资兴建这个制药公司吗？他就是为了自立门户。当时我不知道裴莹是西北狼的人他见我那会儿呢，他还试探我对西北狼的态度。当时我们卡里沙人只要提到西北狼集团，那恨得牙痒痒，我也不例外。所以我就当着裴银的面痛骂了西北狼集团。后来他确定我不是古木兰的人，才开口跟我谈的合作。您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妹夫是古木兰的？我见他的那一次是00年的秋天，当时我妹妹90已经怀孕6个月了。当时呢，她自称姓顾，说是做水果生意的，做得很大。但我看这个人呢，也不讲究。像这种人呢，在人群里我都不多看一眼，但是他一开口呢，我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。90对他很满意，再说已经怀孕了，我就没制止。当天中午在我们家吃了顿饭，当天晚上他就带着我妹妹90出国了。是01年，我妹妹自己回来带着孩子，就是古丽娜。她回来之后我才知道她是姓古，不姓顾。我就问我妹妹，我说孩子爸爸去哪儿了？90说他爸爸在莫斯科出车祸死了。之后90就经常住在家里。其实他们娘俩一直是我在照顾他。06年，我妹妹出事了，这个人也没有出现。是2015年，那西北狼团伙的案子不是上电视新闻了吗？我从电视上看的古木兰的画像我觉得好像是我妹夫。各位领导，我坦白地说，我也不知道我妹妹生前是否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儿。
毕竟人已经去世了，这人死罪消。再说，他们俩的婚事在我们家族啊也是个丑闻，所以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起这事儿。唯一庆幸的是，他们的孩子古琳娜是打小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长大的，没受到那对不争气的父母的影响和连累。那06年江九龄出事的时候，您为什么不报警？不敢，我怕招惹裴云进一步报复我们家。今天要不是他找上门来，这事儿我永远烂在肚子里。阿姑，你到底躲哪里去了？你知道娜娜在哪吗？所以你现在代表的不是江家，而是你爸爸。你可以打电话确认，但是如果江总知道你在这儿，他会不顾一切的来救。怎么选择，你自己决定。我如果不代表我爸，我就不会坐在这儿。裴四叔，你找我舅舅到底干什么？你舅舅，你知道你姐夫怎么死的吗？你害死的。你的好舅舅，他费了半天的劲儿找到老强的仓库，可仓库里的东西都让你舅舅给掏空了。你们家的大佛，那是老强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熔铸成的。你胡说！我胡说。老四啊，你就别费心思了，那些东西早就不存在了。连城诀结尾，天宁寺的大佛像是由黄金熔铸而成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要的那些古董老枪早就进了熔炉新生了。如果你真心想要，我可以把那些老枪熔铸的大佛像啊送给你。我就希望你能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啊。告诉我，你爸爸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他很好。他很好的话，他可以直接去挖沙漠虎的遗产，你们就没必要这么瞎折腾了。我猜，要么他就是死了，要么就是这儿出了问题，对吧？四叔，你确定要在警察面前聊古老板的事儿吗？好，那就谈正事儿。阿库，你告诉我，你那半夜图纸在哪儿？你们俩手上各有半份密文，能破译的只有我。有些事是不是得先问问我的意见啊？你手里那一份，第一行说的是沙漠虎遗产的总数，第二行说的是银元和金条的数量，第5行说的是遗产所在区县天山县。他手里那半页，第3行说的是埋藏地点的机关，第5行说的是避免机关伤害的要点，第7行说的是……想听吗2页图纸你都认识？你在？好小子，过目不忘，比你妈的本事还大。是不是带你这个脑袋回去，你就能复命了？有了这些东西，谁还想做警察呀？周记生前是干什么的呀？周记，他也是西北狼的人呢。您觉得呢？我觉得周记来我们家是有目的的。我也不知道他整天在忙活什么。对了，他有个手下叫阿库的，这个人你们一定要找到他。他身上肯定有事儿。你一个这么大的老板，
还能被你女婿拿住啊？张队长，这跟我是什么人没关系。这经商啊和经营家庭是两码子事情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们家的事儿吧，是我讲道理，但周记他不讲，我们俩是没法沟通的。再说了，我是心向佛祖啊，与人为善，我也不希望自己的家里面呢硝烟四起的。那你为什么还同意把女儿嫁给他呀？那为什么后来不离婚呢？文丽呀，跟他的关系很好，感情嘛是两个人的事情。我这个人呢，从不强人所难，要不然，当年我妹妹九林就不会和顾木兰在一起了。江总啊，近墨者黑，您就不怕江小姐受影响吗？是我的犹豫和怯懦害了她。事已至此啊，我们江家人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。所以我求求各位领导，先把我女儿找回来，再彻查这件事情。该打该罚我都认。哦，还有娜娜，这孩子我也好长时间没联系上。现在孩子吧玩心大，啊，3天不联系呢，我都能忍。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呀，我怕他出事。江总啊，你先别着急，我先去查一下。好嘞。查一下，啊，张总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那个，您跟穆少白是什么关系啊？穆院长啊，朋友，也是合伙人。哦，那依您对他的了解呢？您觉得他会有什么仇人吗？怎么说呢？他心里头能藏事儿。这个人呢，他有事儿，他从来不跟别人说。他怎么了？死了，非自然死亡，被人杀害的。现在还没法定论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一个嫌疑人，您也认识。是谁呀？程凡。程警官是老穆的准女婿，为什么呀？现在还在调查，我们也希望尽快呢给死者一个交代。张总，我们能到你的佛堂去参观一下吗？好。要我解开密文，瓜分沙漠虎的遗产可以，2个条件。想坐地起价：1，你马上把我妈送到我指定的地方；2，找到遗产，我拿2成。剩下的你们分。第2条同意，但是只能分你1成。第1条不可以。如果警察把你妈妈带走了，我以后就见不到她了。我要和她视频。现在？马上。她手机不在身上。再说，她睡眠不好。你不会希望现在有人去敲他的门吧？打给他。我做不到。怎么啦，小飞？打电话，报警。啊？老乡死之前给我留了个 U 盘，说是帮我脱罪用的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，记住。
见到警察以后跟他们说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强奸了你。不是，我自愿的。输了，这里都输了。警察很快会查到那存佛像，再查到那批枪。我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连我也不要了。依依，听我说，我现在手里唯一的筹码就是屋里边的这个女人，她是顾木兰的女儿。我要用她去换顾木兰手里边沙漠湖的遗产，我一定要拿到。你跟着我，只能成为累赘。他们会对你下手，用你来威胁我。拍我，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我回来。你放弃！我不要坐牢，不要离开你。听我说，听我说的每一个字，记住了。跟警察见到以后，告诉他们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强奸了你，你才跟我在一起。这些年。你只知道我们家是开饭店的，你不知道我爸是谁，你不知道我爸是谁，懂吗？我爸死了以后，你被我胁迫着一起逃走，你没碰过枪。听好了，这是重点，你从来没有碰过枪，我们家的事情你从来没有参与过。我告诉你，沙小飞，你不要想甩了我！要死是吧？大不了一起死啊！他们说的就是这儿。罪过呀，罪过呀！段支队长啊，他们是传说还是造谣？非说我这底下藏着财宝，我在这待这么长时间都没听说过。但是为了我江家的清白，你们就检测吧。江总啊，谢谢您的理解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段支队长，你看，就是他。老戴，哎，这儿就交给你了。小江，哎，在这儿，跟我走一趟。好嘞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们了，欢迎。走。既然大家都是西北狼的人，那咱们今天就要按照西北狼的规矩办。当然，在座的都是西北狼的后代亲人。我们按照老谷当年定下的规矩，重新选出集团的领导。四叔，你就直说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不会要我们用打架这种无聊的方式决出狼王的人选吧？我不同意。这是规矩，不是你说改就改的。古老板的闺女在这儿，她怎么就不能继承狼王的位置？哎，把一女孩推到前面，你害不害臊？
既然谷家的人来了，我就不能剥夺你的权利。孩子，四叔不欺负你，你只要敢走进这铁笼，然后站着出来，我给你磕头作揖。我打，代表你妈？当然。好。老板，好，那就打。人跑了。蒋文丽在我手里。老板。谢谢您的配合。作孽！乔警官，文鼎儿呢？我们还在追。现在谁是狼王？我要说你不是，能答应吗？杀我！放心吧，我说话算话。去，来吧，比赛结束了。我宣布，咱们集团新的领导，新一代的狼王是老七的儿子楚一涵，请。坐。没事，我听听招呼。现在把你们手里的密文拿出来供下，马上。密文不是已经在你脑子里了吗？所以你们的东西已经不再是秘密，这些东西让你们互相猜忌、厮杀。现在有了我，它已经不重要了。
你是想当场破译？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邵飞去哪儿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知情不报罪更重，别以为是孕妇就可以逃避法律的责任。想想肚子里的孩子，别错过每一次减刑的机会，懂吗？我知道的我都说了，但是他去哪儿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据我所知，你们俩感情不错，他为什么把你扔下来了？他好像就没打算活着回来。哦，江总。哎，坐。哎哥，郑警官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没误会，人是我杀的。这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西北狼的人，我找到他头上，失手把他给杀了。我现在呢是犯罪嫌疑人。果然呢，他是跟古木兰有关系。你咋知道？郑警官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自己的亲妹妹呢嫁给古木兰了。我最亲密的合伙人呢，也是西北狼的人。我和裴银呢也有交集，所以说我身边呢到处都是西北狼的痕迹。只有我自己是独善其身，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。所以，我呢应该和西北狼集团呢有渊源啊，甚至啊，我可能应该就是西北狼的犯罪分子。穆少白死之前，他可是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你的故事。什么故事啊？你和西北狼之间的故事。我和西北狼呢只有亲情，没有故事。这个亲情呢，不是我能够决定的。郑警官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郑警官，咱也是老朋友了，我呢就坦白跟你说吧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怀疑穆院长和古木兰有关系。我不是投资穆氏医院吗？那天晚上呢，我和穆院长喝了2杯，他没亮。这2杯酒下肚啊，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印象深刻的话，是这个说你不投资啊，我就找古老板。我说哪个古老板呢？哎，他突然神神秘秘的不说了。我是个生意人，愿意和投资方面的人呢交朋友，所以我第2天呢，就特意问了他一句，我说穆院长啊，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个古老板到底是谁啊？他不认了，他还跟我说啊，别跟别人提这事儿。卡里沙的经商的人姓古的，我基本上了解，那唯一忌讳的也就那位了。所以这事儿吧，问的越少呢，麻烦就越少。后来我就没关心这事儿。你在穆氏医院投了那么多钱，你连合作伙伴的底细都没打弄清楚。这事儿呢，你问小婉医生啊，他知道。10几年前咱卡里山的医疗水平啊太低了。你要想做一个心脏手术啊，你得坐火车到省城里去做。所以当时啊，好多病人呢，
还没下火车，这命就没了。那会儿你要是投资建一个新医院，这是惠及整个城市人民的大事啊！哪怕我血本无归，我也愿意做这件事。再说了，我自身也是医疗的受益者呀。至于说他跟古木兰呢，其他人什么关系的，我不感兴趣，不关心。周记跟你是怎么回事？周记，这事儿呢，我也跟太局长聊过了。要不今天我在这儿再跟您说一遍。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要打开，放回去。台局，是吧？捣乱了吗？没事。江九平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回答可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，但是越是没问题，我怎么觉得越是有问题呢？如果他是西北狼的成员，按照他的年龄，不应该让周记骑在他头上。对呀。